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圆，没有绝对的直线，但是我们能够用脑子去想，去定义一个绝对完美的形状。为什么要去定义绝对的形状呢？因为我们可以利用严格的定义方法去发现世界，去探寻宇宙的奥秘。这个世界存在造物主吗？我们人类能够成为造物主吗？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对形状的探索之上。有关这个神奇的故事，我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来到公元前387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城北建立了一所学校，称为柏拉图学院。要想进入这个学院，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要学习几何学。我们现在都知道，几何的本质是研究空间的形状和结构，但是在2400年以前，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古怪的想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点线面在真正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东西。现代量子理论认为，空间很可能不能无限细分，空间有一个最小的尺度，称为普朗克长度，它的数值约为1.616乘以10的-35次方米。一旦小于这个长度，空间就会呈现离散的性质。所谓离散空间，是指空间不再像流体一样是连续性的，而是类似于一个一个格子或网络。量子空间的性质可以通过量子态来描述，符合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在其中，物体的位置、动量等信息无法完全确定，而是以概率分布的形式存在。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几何中的点线面就是一个纯粹的由思维产生的东西，它在真实的世界中不存在。古希腊的数学家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考？为什么会去研究这种形而上学的问题？这种思维过程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是一个谜。但是我们可以从柏拉图的著作中找到蛛丝马迹。柏拉图认为，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非常的不完美，充满了变化和衰落，不能代表终极真理。但是在这个世界之上，存在着一个绝对不变的真理世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想要去寻找那个完美的世界。完美的世界肯定是一个绝对精确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圆就是绝对的圆，直线就是绝对的直线。用绝对的几何体就可以建立起完全没有瑕疵的建筑，进而建立起完全没有瑕疵的世界。那个世界就是永恒的不变的世界。要想去寻找那个真理世界，第一步就需要把现实世界抽象起来，建立起抽象的概念。这大概就是古希腊人创立几何学的原因。今天在雅典城的北部还有柏拉图学院的遗址，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现在那里只剩下一些石块做成的地基。但是在柏拉图学院里曾经走出过一个人，这个人影响了全人类文明的进程。时间来到公元前300年左右，今天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成为了整个希腊世界文明的中心。希腊人在这里建立了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城里最著名的建筑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在鼎盛时期，图书馆藏书量达到70万卷，仅图书目录就有120卷。在这座图书馆里有一位学者，他叫欧几里得。对欧几里得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人们只知道他曾经在柏拉图学院学习过。欧几里得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太厉害了，是历史上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著作。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它叫做《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一部奇书，过去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书。不是说书里的文字和图形没有见过，而是没有见过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全书共13卷，以23个定义、5条公设和5条公理为基础，推导出了465个命题及证明，包括了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初等数论等众多的数学内容。几何原本的后几卷已经非常复杂了，比如说第13卷的第16个命题，要求证明一个球内的20面体，它的边是一个无理数。
他用了多少篇幅来证明呢？一共用了7页半。很难想象，这么复杂的、完全不直观的证明，居然是通过定义、公设和公理为基础推导出来的。欧几里得为什么要通过公设和公理进行空间推导呢？他是继承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用逻辑学指导思考的人，这种思考方式叫做推理，其中最著名的称为三段论。三段论包含了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举个例子啊，比如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所有人都是必死的，这是大前提；所有希腊人都是人，这是小前提。所以得出结论，所有希腊人都是必死的。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不是废话吗？乍一听啊，的确像是废话。但是欧几里得却敏锐地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绝对不是废话。咱们以几何原本的命题1来举例，这个命题叫做在一给定的有限直线上做一个等边三角形。推导的过程是这样的：以 A 为圆心，AB 为距离，做圆 BCD；再以 B 为圆心，BA 为距离，做圆 ACE。这是从公设3推出来的。公设3是以任意点为心和任意距离可以做圆。下一步连接点 CA、CB， 这是公设1允许的。公设1是从任意点到任意点可做一条直线。下一步，由于点 A 是圆 CDB 的圆心，所以 AC 等于 AB。同理，由于点 B 是圆 CAE 的圆心，所以 BC 等于 BA。这是定义第15规定的。定义15是圆是由一条线所围成的平面形，其内有一点与这条线上的点连成的所有线段都相等。再下一步，以证明 CA 也等于 AB， 因此直线 CACB 中的每一条都等于 AB。这是公理1规定的。公理1是等于同量的量也彼此相等，因此 CA 也等于 CB。因此3条直线 CA、AB、BC 彼此相等。最后得出结论，三角形 ABC 是等边的，且它是在给定的有限直线 AB 上做的。命题1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就是所要做的，完美的回答了命题的要求。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欧几里得以定义、公设与公理为大前提，以层层推导为小前提，最终得出在逻辑上不可改变的、牢不可破的铁律。他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运用到了数学上，建立了不受物质世界限制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完美的世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人类科学的启蒙之光，这种决定性的影响反映在思想史上最伟大的2部著作上。第一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深受欧几里得的影响，他的力学3大定律完全是按照几何原本中的证明形式推导出来的。第二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相信几何学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提出了著名的先验感性论。所谓先验感性，就是把一切现象全部的看作单纯的表象，而不是物自体本身。表象无法去反映真相，必须要高度的抽象，才有可能去接近世界的真相。到了18世纪后期，也就是几何原本问世2100年后，科学终于积蓄好了能量。在其后200多年的时间里，科学技术大爆发。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划分了前3次工业革命。今天人们普遍地认为，第4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那将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下一次技术革命。古希腊哲学家的目的是寻找我们这个世界之上永恒的完美的世界。有意思的是，人类虽然没有找到宇宙的创世者，但是人类却很有可能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宇宙。时间来到2010年6月30日，瑞典游戏设计师马库斯·佩尔松上线了一款充满了几何形状的游戏《我的世界》。游戏世界主要由3D 方块组成，方块的表面是像素化的图案，代表了不同的材料。
玩家的目标就是收集这些方块，放在整数坐标的 3D 网格里，进行各种各样的建设。这款游戏一上线就大受好评，游戏有很高的自由度以及复杂多变的玩法。大多数玩家都表示对游戏方块状的图形印象深刻，说第一眼看到就难以忘怀。古希腊哲学家希望寻找的永恒世界，在这个游戏里初露端倪。在我的世界中，圆的面积就是派2的平方，而正方体就是边长的3次方，只需要把半径和边长赋予数值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一旦把游戏投射在屏幕上，因为物理的特性，像素点并不是标准的形状，对于通过屏幕玩游戏的人来说，游戏中的世界仍然是有缺陷的。但是从编程的角度上看，我的世界的确创建了一个精确的、完美的世界。目前的数据是截止到2023年的10月，我的世界拥有3亿的销量和1.5亿月活跃用户，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电子游戏。但是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时间来到2021年10月28日，世界互联网巨头脸书公司宣布改名为 Meta， 在未来业务将逐渐地聚焦于虚拟现实下的元宇宙。Meta 这个单词大有来历，它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公元前322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去世之后，他的弟子与追随者们开始整理老师的著作。他们发现有一部分内容归到哪个类别里都不合适，偏偏这部分内容是亚里士多德生前最重视的内容。没办法，弟子们只能将这部分内容单独编了一卷，取了个临时的名字叫 Metaphysics， 后来在中文里被翻译为形而上学。Physics 是物理的意思， Meta 是个前缀，这个前缀在英语中表示对某事物的反思与超越。脸书改名为 Meta 有深刻的含义，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超越现实的新宇宙，一个形而上的宇宙。这是人类创造新世界的一个宣言。Hey, should we deal you in? Sorry, I'm running late. 人类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物种，我们不断地上山下海，向外太空发射望远镜、探测器，就是为了不断追寻宇宙的本质。而今又在计算机中创造了元宇宙，渴望创建出一个完美的世界。人类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这一切的源头都来源于古希腊人发展的高度抽象化的数学概念，以及使用基于演绎法的逻辑推理方法，从而创立了科学求知的路径。我上初中时使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几何，今天我又翻看了一下，在第12页就出现了数字，用刻度尺量 AB 两点的距离为 2.4 厘米，取 1.2 厘米画点 C，C 就是线段的终点。与之相对比，在原著几何原本中是没有数字的。为什么在初中几何中有数字呢？是因为我们学习几何总是偏向于应用，把几何当成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但是古希腊人在创立几何的时候，并没有把几何当作有用之学。有关欧几里得有一个小故事，一位年轻人问他学几何的用处，欧几里得听后勃然大怒，他说：“别想跟着我学有用之学，我的学问是完全无用的。”所谓无用之学，并不是真的无用，而是在应用之前，应该先创立一整套体系，体系建立好了，再与现实世界去对接，才能在更高的高度上去解决问题。因为现实世界一切的物体都是有形的物体，所以反过来，高度抽象的几何就能够解决所有有形的问题。学习几何，首先并不是去应用，而是学习古希腊人的思考方法，学习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今天，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几何原本的版本是1908年英国古典学家、数学史学家托马斯·希斯爵士的英文版。希斯本人是数学家，又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编写的版本有大量的评注，对每一个定理、公理、公设、命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难以理解的关键术语，都做了极为详细的解说。全书一共3卷，总共1400多页，是一部非常大部头的专著。
但是非常可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这个版本的中文译本。大部分国人仍然无法从几何原本的经典译著中体会古希腊人究寻天理、慨然思辨的苦心，以及他们为了追寻真理而发明的一整套思维方法。没有这种奇怪的思维方式，我们永远也无法追求真理，更不要说建立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完美的世界。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留言，说有很多小孩子很喜欢我的节目，让我给孩子们说几句。每一次我都会留言，希望孩子们能够好好的学习数学。数学是人类最杰出的智慧结晶。所谓哲学能使思想得到满足，工程技术能够改善人的物质生活，而数学能够做到所有的一切。科学史的创始人乔治·萨顿曾经感慨，今天的人对欧几里得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他认为这是人类的悲哀。人们记住了暴君和独裁者，记住了成功的政治人物，却常常忘记了自己最大的恩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